Hello，我是小麦，我是默默，我来自上海，我来自广西，我们是伴侣，我们在一起已经14四年零3个年，月。数字总是你记得清楚一点。之前的好几任女朋友，我们都不是同居状态嘛，每1、2个星期会见一次面，约会这样的情况，很多年以来觉得这样的情况也蛮正常的。27、8岁了吧，然后我就感觉我心里有一些变化，我会希望说我能够找到一个跟我能够坚定一直走下去的伴侣。跟我的前女友有表达过，就是说我们要不要一起在外面租房子，然后一起住啊之类的，但她是完全不愿意的。当时我们都没有出柜，而她也觉得她永远不可能出柜，她觉得她没法跟她的家里的人去解释这样一个事情。我觉得这个也比较好的显示了那个年代说出柜的人是非常非常少的。在这种前提下，你是没有办法跟你的同性伴侣一起生活的。比较重要的是感觉到自己希望有一段更亲近的，然后更能够一起去脚踏实地生活的亲密关系。记得我上一段的时候，其实我还在寻找自己的自我认同。在25岁以前，我都是跟男生去约会。25岁之后，我遇到了第一个女朋友，她是一个70后。可能在她很多的恋爱经验当中，她都是会觉得说，P 或者说是双性恋，他们最终是要走入婚姻的。他会给我的那个感受就是说，我陪你走一段，如果说以后你想去结婚的话，我会祝福你。他会认为这种宽容，这是一种大度，这是一种爱。我作为一个刚刚加入拉拉圈子的人，可能我就觉得，哦，那他的朋友圈应该就是世界吧，就是拉拉的世界就是这样。所以当时我也很犹豫，就是可能一边也有家庭的压力。当我跟第一个女生在一起的时候，我也跟妈妈出柜了，我就说妈妈，我觉得我更喜欢女生。我的妈妈也会觉得，我觉得你可能只是图新鲜、贪新鲜、玩一玩。然后一直到后来我遇到小麦的时候，小麦就会觉得这是什么逻辑，或者说这是什么观念？你应该想想，你更想跟男人结婚，还是更想跟女人结婚？所以当我听到小麦说你当然可以跟一个女孩子一辈子，我就立刻下了决心，然后就从广州来到了上海。2008年11月，当时是在我出差的时候，因为我们两个在不一样城市嘛。对，我在广州。对，我去广州出差。你去香港？我去香港。他只是路过广州。对，我们一起去唱 K，就是10几个人。广州的拉拉圈。对，我又是一个比较喜欢热闹的人。他们说有2个朋友从上海过来，我说 OK 啊，那就一起去。对啊，第一印象就干干净净的一个，不知道是 T 还是 P， 就当时在我的印象里，对，好像是就是比我广州认识的那些 T 要稍微女性化一些。对，因为我当时可能碰巧头发比较长，我感觉她就是一个很温柔的小姐姐。然后当时因为在上海这么多年没有见到一个非常女性化的女性，然后说自己是 P 或者喜欢女生。因为当时我始终觉得只有双性恋或者异性恋的女生才会如此的女性化，这个可能是我对她的第一印象。然后非常的温柔，很善解人意的感觉。他不太爱说话，我又是属于那种可能要比较照顾到大家的平衡的那种，所以就唱歌，还有第二天去广州那边会喝早茶，然后我就会一直在招呼他，我就说，哎，这个是我们很特别的东西，比如说艇仔粥啊什么的。然后谁知道你的上海人就内脏啊什么的完全不吃，然后我给他这个他也不吃，给他那个他也不吃，就感觉就是很害羞，就是很话很少的一个女孩子。我觉得话少就很吸引我我就很喜欢那些，因为我自己话比较多，所以我就很喜欢去逗那些。正好跟她相反的是，我就喜欢话很多的女生，会表达，然后很愿意表达，又很敢于表达的那种女生。因为这正好是我的互补。我觉得我有很多东西在心里可能很澎湃，但是我说不出来，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说不出来，但总之这是我自己性格的一部分。然后我就会很受那种觉得我可以随便讲啊，然后我可以跟你交流啊这样的女生的吸引。我记得就是唱 K， 第二天喝早茶，然后晚上我们去吃烧烤，在烧烤摊上
他就会跟我说他在国外留学的时候一个人很寂寞，我就问他，那你一个人很无聊的时候你做什么呀？然后他就说，就看小说、看电影、写小说。我说啊，你还会写小说哦？我说很赞啊！我就因为我一直都自己也蛮喜欢文字啊等等这样会表达的人，内心的那个形象，我自己在 YY 那个形象就觉得啊挺独立的一个小女生，然后英语说的又好。然后又很文艺，对吗？又会写小说啊，又天蝎座，因为我自己是双鱼，就应该是绝搭的那种。然后又很克制，就是很不惊动你，逗逗他好像他又会脸红等等这样，别人不太会看得到的点。然后我就觉得，恰恰这些点都蛮吸引我的。对，那个时候还没有微信，我们就不约而同的做了一个事情。他问了他要 MSN 吧的方式，他就给我的手机发了短信，就问我怎么样之类的。但是我不知道是他，我当年就已经虽然说那种垃圾短信没有那么多，但是我已经就不回陌生人的短信了，发了信息我又没有回。然后我加了他 MSN， 他有好多天没有加，对，没通过。对。因为我太忙了，我回到上海就很忙嘛，大概过了1个星期以后才通过。其实那一次我在香港的时候，我爸就去世了啊，但是我在出差的过程中，我妈没告诉我，我是回去以后才发现的。所以2008年底的时候，应该是我人生最黑暗的一个低谷之一。我爸觉得我还是应该去结婚啊，虽然我中间跟他出柜过，但他还是觉得就是说你是不是可以改变啊，你是不是可以结婚啊等等。然后后来认识了一个 gay，觉得他人也蛮好的，然后我们大概有聊这个具体的细节，有聊2年。然后在2008年11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决定那还是行婚吧，尤其是因为我爸在那一年已经病危过1次了，然后他告诉我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我结婚。他其实进医院之后都没来参加我的婚礼，因为他实在是出不来，可以说是放心的走了，那个打引号的放心的走了。差不多我行婚，我遇见默默和我爸爸去世，9天内连续发生。不但没有办法找到一个缓解的地方，并且我妈因为我爸去世了之后，她其实是明示暗示觉得我跟我所谓的这个行婚的丈夫应该是搬回家去住。对，这个就是完全不在计划中，就是猝不及防。因为之前行婚我们想到的唯一的好处是说，虽然说我们在演戏，对，但是呢我妈是同意说，哎，既然你已经自己成家了，你就不要名正言顺搬出来。 对，然后呢你比如说1个月回来1次就 OK 了。其实当时这个自由是我比较向往的，但是没想到就是我行婚了才10天，我爸就去世了，然后我妈就完全就是改口了。我觉得我自己非常后悔我的行婚，然后又不想过每天在谎言中的生活。那本来觉得 OK， 以谎言换来一点点自由啦，说实话那也就算了。但是没想到一转眼自由也没有了，而且我妈还变成了我一定要拖着的这个责任，她又不知道我们行婚。所以当时那段时间我就开始有点酗酒啊，我觉得每天都会喝酒。对，我当时倒觉得哎呦也没有什么，不就是喝点啤酒嘛。但其实我每天都会喝，而且越喝越多，但我自己有点不自知。然后在 MSN 上跟默默聊天的时候，就会觉得哎，他特别善解人意。然后他也跟我说他前2年外公才过世，然后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情，但也不会一直绕着我爸去世这个事情来说，他也会分散一下我的注意力，就说一些别的事情啊，然后说一些他跳舞的情况，说一些开心的事情啊等等的。然后我就觉得他好像跟我认识的女生聊天的方式很不一样，我觉得他像是一种会对我不离不弃的一种存在，哪怕我们只是说见面的时候2、3天，然后聊天的时候3、4个月，但他给我感觉好像是，如果说我是在江上的一艘飘着的船，他会是另外一艘船，然后他会在我旁边不走的感觉。我觉得我其实是来到了一个非常需要别人理解和陪伴的一个状态。以前我当然也需要，但是我觉得我挺认命的，就觉得像我说的人间就这样啊，对，世间就这样算了。然后现在好像这个有可能的人突然之间出现了，通过他陪伴的方式啊，诉说的语言啊，我就会突然，如果现在想起来那个意象，就是说江上那个船旁边来了另外一条船，我不知道未来会不会成功，不会料到今天已经14年多，那肯定是想不到的啦。但当时就会觉得跟这个人谈恋爱，我肯定是愿意的。对，
其实我们在广州，在短暂的可能几天的接触里面，我对他印象就蛮好的，但是可能还没有不至于好到那个份上，因为就是少年的时候的那种冲动，就是荷尔蒙，对吧？我喜欢就在一起了，管他可不可靠了，所以当时并没有想那么多。陪他聊天的过程中，对他有更深的了解。然后之前不是说让他有写小说嘛，然后他回去的时候，我也会就分散他注意力啊，我就说，哎，要不要你把你当时写的一些小说就发给我看？哎呀天啊，我就当时看了，我就把我看哭了，就我觉得我很懂他，而且我就是很喜欢这样的灵魂。我想要给这样的人一个家，我不想让他那么寂寞，这种感觉。我们前几年其实会经历一些困难，但是困难之后，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时刻，会让我决定，就是一定要选择这个人，重新度过困难。开放了嘛，就出去旅游。我们今年出去的时候，我的妈妈来照顾我们家狗狗，然后就因为她毕竟不常常带它，就出了车祸。因为我们在外面旅行，所以她不要让我们担心。所以他并没有告诉我们，当时是我们另外一对 gay 的朋友把我妈妈和玲玲一起带到宠物医院去检查，然后他们也知道我性格比较急，特别又是我妈妈，所以他们就把这个事儿告诉了小麦。选择先告诉我，就觉得我可能是能够独自承担这样子的信息的人。他还挺开心的到处拍照片，到处拍视频，走来走去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不要告诉他，就破坏他的心情，而且他会很着急嘛。其实在国外干着急也没什么用，就我一个人知道就行了。我就当时就下了这个决定，但是我同时还要在微信上跟朋友就是联系，说他们现在怎么样了，然后买了什么药，还要买什么药，然后看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医生是怎么说的。但所有发这些信息的时候，他都不知道。一直到我们从国外回来，在香港转机的时候，我还记得那天他就说 OK， 我跟你讲一个事情，但是你别担心，该处理的处理了，并没有什么特别糟糕的结果。他跟我说了一下，我就觉得完了，不是我妈就是狗。就是一上来就先跟他说一些好消息嘛，就是说骨头没断，那是肯定的啊。然后说现在有什么情况，就是大概跟他聊。那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一是要安慰他没有什么大事，二是要告诉他，我们回来以后不能怪他妈妈。线下的意外你没有办法全部都能够预见，也没有办法能够排除所以跟他吵也没有意义，破坏母女关系也不值得。他一开始是很震惊的，所以我是想给他看我跟朋友的聊天记录，就让他更确定一下是没事的，他都不敢看。他说我不要看，他当时是说我不要看，就整个人都不好了。因为玲玲对我们来说就像女儿一样。就是我觉得我们的朋友也很了解我们啦，就如果他是倒过来操作的话，一定不会成功的。对，可能就要改机票回来了。所以在回来的路上，我就已经给我妈发了信息，然后我妈就说：“你已经知道了吗？”我就说：“我已经知道了。”对，然后就跟他讲，就你们当时肯定是吓坏了，对吗？他就开始有一点想哭，对啊，就当时我也很怕，玲玲也很痛，我们就把那天的事情跟他讲了一下。他说他已经做好准备了，如果我要生他的气，嫌弃他已经残疾了，我就带走。我说怎么可能？这是我的女儿。所以虽然说我为这个事情还是很担心，但当下我也很感激。他就是那个人，就是他看得见我的一些优点缺点，但他也能接受和包容我的这一些所谓的优点缺点各种特点，以及他会为我可能做不到的东西，他宁可自己去承受，为我去承受一些东西，他来负责任，他来去做到。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就是一个很有责任很有担当又很为我着想的人。我们开玩笑说，我们广西老少边穷地区嘛，可能就是比较喜欢节约啊，比较崇尚一些自然一点的，可能不会太喜欢这种太 fancy 的这种饭店啊，没有像上海人这么讲究情调、情怀、环境。你要问我什么最好吃，我当然觉得全世界最好吃就螺蛳粉。对，但他就是属于那种日料。对，他就如果你要问他什么最好吃，他要去吃一个日料。前10年。是他听我的，对吗？对，以他的标准为主。
因为生活方面我张罗比较多，我就可能会先入为主的就会觉得这样就这样了，而且他可能前10年的那种感觉都比较乖，就属于我说怎么样他就怎么样，但是其实我想说这样乖不一定好。可能累积的时间长了之后，会渐渐的从一些小的摩擦也会就变成争吵吧。然后2个人都会觉得很委屈，在很多年之后也更了解自己吧，然后也敢于对他表达，我们研究下来这个情况其实不是跟人民币有关，你不让我去这个地方，或者你不让我买这个东西，或者你不让我做这个事情，我会通过这个感觉到，哎，你怎么像我妈妈一样，觉得钱比我更重要，就是说你吃这个餐厅是可以等的，然后你也是可以不打车的，因为这样我们就能节约下很多钱。他做的这些行为在我心里就会被翻译成这样的一个公式。那么当我就是摸索了很多年，知道自己其实是这个心结，然后也跟他交流了之后，我觉得这种交流方式就会带来比较好的效果，然后我们之后这一块也改变了。因为当他不再纠结于人民币的时候，我还是很纠结人民币的。对，但是当时你觉得心情不好的时候，是觉得我好像就很自命不凡，我挣的钱更多，于是我想要花更多的钱。但他一旦知道我的公式不是这个，对，那么在当下你选择更在意性价比人民币，而不是在意他。当他听到这个的时候，他的观念就变了，他觉得哎，你说的不是的，我不是这样的啊。那如果你会翻译成这样的情况，又不是个事实的话，那我们可能就要来改变它，然后会更多的考虑到我的这个部分。我的经验是，哪怕在一起已经14年了，甚至以后更长的时间，我觉得需要挖掘自己，并且很勇于的去跟伴侣交流是很重要的。我也觉得交流是很重要的。那开始10年你干嘛去了？为什么开始10年好像你都觉得 OK 啊，没有问题，怎么忽然就有问题了？但是真的是累积，压死骆驼的不是最后一根稻草。我的性格会比较急一点，遇到什么东西就会炸。那如果说他来跟我说一个什么东西，嘣，我就炸了。他又是属于那种就是比较害怕跟别人有正面冲突，所以他就会不讲，他就会说就算了。对，任何一对关系都会有一方更强势或者外向一些，另外一方可能就会更考虑到对方的感受更多，他们就会压入，就是自己会克制压入一点。虽然说是很照顾到对方，但是一定会积累的，所以我还是鼓励大家尽量多的去交流自己真实的想法。就以我们的经验来讲，你很多年改起来就很难，对吗？如果说你是1-2年，可这些习惯10年，你想每一个改起来会更容易一些。遇见他的时候有这个很黑暗很低谷的时候嘛，但其实在我们在一起的14年多里面还有，我觉得任何一件事情别的女人都会离开我的，因为我跟我妈妈的关系其实一直都没有调和，然后我的工作压力也非常大然后有一段时间可能隔几年我就会陷入一些不太好的情况，我就觉得其他的女性就可能会这样的生活压力好大，然后又看不到未来，就会很容易放弃。而我觉得就是默默给我的最大的幸福感应该是在于就是那种不离不弃的感觉。我下班回来走到小区里有一个很小的习惯，我会抬头找我们家的这个房子的位置，然后我会抬头看到这个灯是客厅里的灯是亮的，是一种橘黄色的光，然后我知道他肯定在那边做饭啦，我就会觉得很幸福。我觉得这种幸福背后代表的就是一种不离不弃，就是你现在是不好啦，你比如说抑郁了，或者你焦虑了，或者你职业中受欺负了，或者你跟你妈又吵架了，或者你生病了，就是所有的这些以上的一切，我觉得经过14年多的历练，就是会让我觉得是一种不管怎么样都不会离开的感情。我觉得这个感情的本身的基调是让我觉得幸福的。让我觉得很幸福的是他理解并且支持我所有的梦想。可能有一些梦想我自己都觉得他只是想想，而且我从小就是被我的父母，就特别是我妈妈，就虽然我跟妈妈关系很好，但妈妈就会不停的说，哎呀，你就是一个3分钟热度的人，你就是一个3天打鱼2天晒网的人。但是不管说我学园艺学画画，我要换一个行业，我今天就不想干了我就辞掉了，明天我再去干一个什么，我去做咖啡师然后什么的都做过。对，只要我想
他都会说好啊，你想你就去试试啊。他还比我自己更相信我能去做好这个东西。可能在他的鼓励下，我真的是变得越来越坚持了。首先，然后另外可能有一些，那人毕竟精力有限嘛，但另外有一些没有继续的事情，他也不会说，哎呀，你看你又浪费时间，浪费，从来没有。他都会说，哎，那你也有收获啊，我也看到你做的时候你很努力啊，蛮开心的，主要是，对吧？对，没有啊，闯死是什么？有死过吗？其实压力大的时候频率会低一点，那不算死啦。我们性生活间隔最长时间应该是2个月左右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过程，因为我的频率质量是跟当下这个阶段的生活的状态、压力的状态有关系。现在不是说50岁以后人的幸福指数又会上升嘛？那也是听说到很多，甚至养老院里面大家可能性方面就也挺积极的，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到退休了没有那么多的压力等等，可能又会再回归到这个方面。就我们俩而言，中年压力，对，我觉得我们就是这个频率或者质量都是这样，就有起起伏伏。但是如果没有性或者是闯死，这个不行吧？我觉得不行吧？不行吧？对，我们最近还有朋友就是说分手了，我们说分手原因是3年没干，3年没干，我就说啊，这3年不干，1年不干都应该。爱很极致的这个表现之一就会表现在性上，我就觉得爱情和这个沟通都比较顺畅的时候，就性也会好一些。当然，就是年数很长了以后，我也承认可能性魅力会下降一点点。所以我有的时候也觉得，其实人类的性行为也在变更迭代嘛。就是你比如说，就是说，难道一定要插入才算性行为吗？平时如果有很多的亲密行为，就是亲亲抱抱啊，然后像我虽然14年多了，我还是经常会跟在他后面，什么拉他衣服啊，什么弄他的头发啊，然后看他的胸部啊等等，就是但是一定要到那个最后一步才是性嘛？我觉得也不尽然。就我觉得亲密本身可能还是更重要的。我只能说我比较幸运吧，我就觉得说还好，对，就是我爱也爱我的那个人，我也希望跟他保持性关系。但是我能假想，如果有一天假设就是我们在性方面就是那么的不和谐，就是不被满足，不和谐，但是我又实在爱一个人，像我爱小麦一样，那我觉得，但是没有性不可以啊，自慰啊，自慰也是一种。我想可能是有的家庭也会这样吧，对吧？并没有出去开放式，但是又觉得没办法，那我就只能这样，可能也会有的啦。那对吧？不错，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方式。找到什么呀？女生跟女生在一起，我觉得首先会更了解对方吧。跟异性的话，就你要达到这样程度的和沟通和交流，我觉得可能还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每个人要求的不一样，可能有些人觉得我们只要生活在一个屋檐下，有一定程度的连接就可以了。我又是那种比较喜欢深度连接，所以我会觉得同性的感情可能这种连接，虽然说我没有在中国合法的婚姻，但是我们觉得我们的灵魂会走得更加近一些。有的时候我觉得正是因为现在社会没有完完全全的接受我们，然后这种压力呢，就是在有一些伴侣的这个相处的关系中，反而会把2个人更加往中间紧密的挤压。就你好像受到了这个社会压力，然后其他的人都排挤你的话，你就只有对方嘛，你们就只有彼此。因为像异性恋家庭，首先他在结婚之前，他就首先要想好条件为什么要想好条件？可能就是一是为了父母，二是为了未来的孩子，所以一切很多东西都围绕着条件转，包括安排房产啊，然后车子啊，然后孩子到底到时候生下来谁带啊，生1个还是2个啊，然后幼儿园要怎么样啊，学区房要怎么样，他不可能不去想的。我不是说同性的恋爱或者婚姻就完全不讲究条件，但是因为他拿走了那个世俗的部分，就是反而会生活得很真实。可能很多责任夫妻他们要很大的责任，要养老，要抚育下一代。我觉得我们 LGBT 就接受
上帝或者说社会给我们的责任是要活出我们精传播美彩的自己。对。